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让许多人跌破眼镜的手机资费秘密。您的手机月租费是不是还在缴499元呢？如果是，那您可能一直在做冤大头。因为对于年满65岁的长辈们，有一个被称为隐藏方案的超优惠资费，每个月月租只要149元，功能完全够用。听起来不可思议吧？每月省下350元，一年就是4200元，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那么这个隐藏方案究竟是什么？真的有这么好康吗？为什么电信公司从来没主动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揭开这个传说中的149元月租方案的神秘面纱。有些人甚至把这个149元方案形容成手机资费中的一个隐藏关卡。当您的年纪升到65级时，就会自动解锁一项账单减半的特殊技能。从前每月499 599元的账单负担，在这个隐藏技能发动后，瞬间降到只剩149元，如同开了金手指一般，令人惊喜。虽然这说法带点玩笑意味，但它确实点出了这个优惠的威力和隐蔽程度。那么，电信公司真的这么好心，愿意让长辈少缴这么多钱吗？还是这背后其实另有推手？首先，我们得问，为什么大家会觉得499元是理所当然的月租费呢？其实499这个数字在台湾行动通信的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回想2018年左右曾发生的499之乱事件，各家电信业者为了疯抢 4G 用户，一度在短期间内纷纷推出每月499元吃到饱的 4G 上网方案，当时可说是风靡全台，许多人排长龙就为了办到这个优惠。当时各地电信门市排长龙，有人为了抢办499吃到饱，甚至彻夜排队。短短几天内，全台申办人数冲破100万，电信业者的线上系统都被大量的申请塞到当机。媒体称这场风潮为499之乱，最后业者苦撑了约1周，就宣告活动结束，恢复原价，这股狂热才渐渐平息。499元成了超值吃到饱的代名词，仿佛只要花499元，网路随便用，电话随便打都不是问题。然而时移世易，随着市场回稳，业者不可能长期亏本让大家无限上网。如今市面上499元的方案，通常已不是过去那种真正吃到饱，要么是有流量上限的普通方案，要么干脆涨价变599或699元等更高价位。可是很多消费者脑海里还停留在每月499差不多是正常开销的印象，包括许多年长的长辈朋友，可能多年来都习惯了每月缴400-500元的手机费。然而对许多资深用户来说，每月499元其实远远超过他们的实际需求。您仔细想想，一位65岁以上的长辈真的需要那么多的上网流量和通话分钟数吗？很多银发族使用智慧型手机，主要也就是和子女用 LINE 传讯，看看照片，或者偶尔上网查点资料，浏览新闻。他们大多不会天天看高画质影片，不会整天挂在手机游戏上。比起年轻族群追剧、刷社群媒体，长辈们用的流量其实少得多。通话方面也是，现在人普遍用通讯软体多过于传统语音通话了，长辈可能一个月打的电话也有限，结果却每个月花将近500元买了一个用不完的大餐，真的是很可惜也很浪费。我们身边不乏这样的例子，某位李奶奶每月规规矩矩缴着499元方案的费用，可她的行动数据流量从没用超过500兆字节，往内往外通话加起来也不到几十分钟，等于说她花了钱却没享受到应有的价值，等于把大半的钱都白白送给了电信公司。对电信公司来说，像李奶奶这样的用户可是黄金客户，每月稳稳付费，却几乎不耗费网络资源。可以说，这些年长的用户不知不觉间成了电信业者稳稳收钱的来源。甚至有人戏称，您每个月都在帮电信公司盖大楼呢。但现在李奶奶们终于有觉醒的一天。最近坊间开始流传着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政府规定电信业者必须提供65岁以上长辈专属优惠方案，月租费可以低至149元，而且内容足够应付日常所需。
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得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不少人一开始都半信半疑，怎么可能有这么便宜的月租？会不会是诈骗？又或者是所谓的内容农场、假消息？究竟这149元方案是真实存在，还是空穴来风的传说呢？答案是真有其事。其实早在几年前，政府主管机关 NCC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就开始推动行动通信评价方案，要求各电信业者针对低使用量用户提供更便宜的资费。银发族优惠正是其中一环，毕竟台湾已迈入高龄社会，许多长辈可能因资费负担而对智慧型手机却步，这对缩短数位落差非常不利。所以在政策鼓励下，各家电信陆续推出了长者专属优惠方案。不过这些方案平时并没有大肆宣传，导致很多人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于是当网络上有人提起时，就显得格外惊奇。为了一探究竟，我们深入查访了各大电信公司的官方资讯，结果发现所谓隐藏方案并非完全捏造，反而的确有其事，只是其中的细节比网传版本复杂一些。简单来说，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远传电信这三大电信业者都各自推出了针对高龄长者的优惠月租方案，但方案内容和适用条件略有不同。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让外界传言变得有些以讹传讹。接下来咱们就一家一家来看看长辈专属的优惠到底长什么样子，顺便也厘清那些流传讯息中的误差。首先是中华电信，作为台湾用户最多、历史最悠久的电信公司，中华电信在关怀长辈这块可说是不遗余力。他们推出了一系列乐龄优惠方案，专门给年满65岁的银发族用户申请，包含65岁本身。其中月租费最低的选择就是号称4G 单门号月缴149元的乐龄专案。这个方案其实是以中华电信原本的4G 199型资费为基础，然后提供给长者的特别折扣，绑约签24个月，月租减免50元，也就是每月实际缴149元。在这个优惠价内，中华电信每月提供1级字节的行动上网流量，此外还包含网内通话每月20分钟免费，以及网外加市话合计20分钟的免费通话。乍看之下，这差不多涵盖了一般长辈最常用的需求。贪之1级字节流量，对很多不常看影片的长者而言已经够用，而每月总共40分钟的电话通话量，用来和亲友偶尔聊聊天也足够。如果担心1级字节流量不够，中华电信还贴心地提供了加购方案，合约期间内每月可以加购1级字节只要99元，等于有需要的时候再花个小钱扩充一下流量，也不会太伤荷包。身为电信龙头，中华电信在这项乐龄优惠上也吸引了最多的申办者。许多习惯使用中华门号的长辈在得知消息后，纷纷前往各地营业厅办理。中华电信全台广泛的讯号覆盖，对偏乡地区的长者尤其重要。现在他们能以更低廉的费用享受稳定的服务，无疑大大提升了对中华的好感度。也有人说，中华电信推出这么优惠的149方案，某种程度上是展现企业社会责任，一方面照顾长辈，一方面也守住了这群忠实用户。对长期以来支持中华的银发族而言，这算是获得了一份回馈。值得一提的是，中华电信考量许多长者可能连智慧型手机都还没普及使用，特地还设计了一个乐龄4G 手机优惠方案。这个方案的月租一样是149元，但合约期延长为36个月，重点是会搭配提供一支大萤幕智慧型手机给长辈。也就是说，签这个3年的合约，长辈不仅每月月租只要149元，还可以直接拿到一支适合长辈使用的大萤幕手机。而且每月中华电信还额外加赠199元的通信费抵用额度，相当于每月多送一些免费的通话或简讯额度。这对于原本没有智慧手机的银发族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等于0元或极低价就入手了手机，月费还超便宜，可以说是一步到位的帮长者打开数位生活的大门。中华电信透过这种方式，鼓励65岁以上的长者换机上网，希望长辈们也能享受到现代行动网络的便利。接下来看看台湾大哥大。台湾大哥大对长辈的优惠策略略有不同，
他们有一项所谓的乐龄方案，门槛年龄比其他家更宽松一些，年满60岁就可以申办，算是提早5年就给予敬老优惠。然而，台湾大哥大的相关149元方案并非常年提供，而是一种限时促销专案。根据他们近期的公告，在2025年12月1日到2026年1月1日这段期间，60岁以上的用户可以申办一个4G 月缴149元的门号或搭配手机方案，合约可以选择签24个月或30个月。需要注意的是，台湾大哥大的这个149元优惠虽然月租价格相同，但内容细节和中华电信的不太一样。例如，他们提供的门号方案每月行动上网流量是1级字节，若选择搭配购买手机的方案，则仅含200兆字节流量，不像某些传闻说的是2级字节。另外，在通话部分，台湾大哥大给长辈的优惠是每月网内通话200分钟，并不是完全免费任意打。换言之，也并非如传言所说的网内通话毫无限制。也就是说，虽然台哥大的优惠年龄下修到60岁，对更多中壮年族群也敞开了大门，但它的优惠内容并没有外传版本说的那么夸张。总体而言，如果您或您的亲友刚好在60出头赶上这波促销期，确实可以去了解台哥大的乐龄149方案。不过要留意，它可能只是期间限定活动，过了申办当期就没有了。由于这项60岁起办的优惠在时间上有限，有不少民众担心错过良机。实际上，从12月初方案上线以来，台湾大哥大各门市就陆续有达标的长者或其子女前去询问办理。有些刚过60岁的朋友笑称，终于可以提早享受敬老优惠啦。虽然目前活动到期后未必会马上延长，但外界推测，未来台湾大哥大很可能视反应再推出类似的长者优惠。毕竟竞争之下，谁也不愿意白白流失这块银发市场。从商业角度来看，提早在60岁就锁定客群，对台哥大是一种差异化策略，对消费者来说则是提早受惠，何乐而不为呢？再来看看远传电信，远传的做法又和前2家有些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给出的优惠价更灵活也更低，但条件上也有区分。远传推出了一系列长青银发族方案，其中特别提供给65岁以上长辈的不是149元，而是月租费更低至129元。另外还有一种较高规格的299元方案。听到129元，是不是眼睛一亮？没错，远传算是目前3雄里面标价最低的月租方案了。但这个129元方案的内容同样要看清楚，合约绑定24个月，每月包含的行动上网流量是 1.2 级字节，稍微比中华的1级字节多一点点。通话方面，129元资费提供网内通话每月20分钟免费，至于往外和市话通话则需要另外计费，没有包含额外的免费分钟。而远传针对长辈的299元方案，则是给那些可能需求量较大的银发族准备的299元，包含的行动上网流量有 6.3 级字节之多，已经相当可观，几乎可以满足比较爱上网的长者一整月的需求。通话部分，299元方案除了网内每月也有一些免费分钟外，还特别提供了网内每通前3分钟免费的优惠。这点对于喜欢一次讲很短电话的长辈来说挺实用，打给家人讲个1-2分钟就挂，不太会产生成本。需要注意的是，远传的长青方案虽好，但一个身份证字号只能办理一次，也就是每位长者仅能择一申办其中一个门号，不可能一口气开好几支电话全部用129方案。这样的规定也是为了防止有人借用长辈名义大量办门号牟利。另外，远传对不同方案的申办通路也有所限制。据了解，他们65岁以上适用的129元和299元长青单门号方案仅限在网络门市申办，而60岁以上长者也有另一种149元手机搭配方案，需要亲自到实体门市去办理。这些细节虽然麻烦，但归结起来就是提醒大家，远传虽然有全台最低的129元资费，但想申请可能要会上网，愿意在线上办理，或者需要麻烦年轻人协助。远传这次在长者优惠上寄出的129元超低价方案，
让不少人眼前一亮。在网络论坛上，有网友分享，他替家中爷爷在线上成功办理了远传的长青129方案，过程相当顺利，爷爷的门号当天就降费生效，让全家都很惊喜。也有人称赞远传愿意提供比149还低的价位，显示出对抢攻银发族市场的积极。当然，远传的做法也给另外2家带来压力。一旦消息传开，消费者难免会比较，为何别家只有129，你们却要149？这种良性竞争或许会推动各电信公司未来提供更优的服务与价位，最终受惠的还是我们广大的用户。综合以上3大电信的做法，我们可以发现65岁以上长者月租149元左右的优惠确实存在，而且选择还不少。只是各家条件不同，导致民间流传讯息的时候，有时候会张冠李戴，让人以为好像任何一家电信年满65岁都可以随便149元上网2级自结，讲电话无上限等等。实际上，无论哪一家，这些方案通常都有一些共通点。这类优惠通常都需要绑定一定期限的合约，多为24个月以上。如果在合约期间提前解约，可能会被收取违约金，所以办理前务必考量清楚。每位长辈仅能办理1门这种优惠门号，不可重复申办多个，也不能将已办的优惠门号转让给他人使用。提供的行动上网流量大约在1级自结上下，并非无限制吃到饱，但对于日常轻度使用已经足够。方案通常包含一定的免费通话分钟数，无论往内或往外，但通话并不是毫无限制，超过免费分钟后的通话还是依标准费率计费。目前各家推出的这类优惠多属于4G 行动通信方案，如需享受 5G 高速网路，则必须选择月租较高的其他资费方案。放眼台湾行动通信市场，像这样将月租费压低到150元左右的情况其实相当罕见。过去一般用户能见到的最低月租大多是199元等级，再往下就几乎只有预付卡或短期促销。如今因为长辈优惠的契机，才出现129、149元这种前所未有的低月租价位。可以说，电信资费长久以来的地板价被打破，长辈们反而成了最幸运的第一批享受者。当然，对电信公司而言，这并非亏本大放送，而是将原本利润丰厚的收费适度缩减，换取用户满意与社会形象的提升。换个角度想，长辈们之所以能得到这么优惠的价格，也是多年来市场竞争和政策推动累积的成果。甚至不少年轻用户听了都直呼羡慕，现在长辈手机费比我们还便宜，真可谓风水轮流转。长辈们如今反而成了通信市场中的最大赢家。或许有些长辈朋友会问，如果我平常几乎不用手机上网，也很少讲电话，那有没有必要特地去办这个149元方案呢？毕竟不用手机就不会产生成本，感觉更省啊。这问题问得很好，确实，如果长辈真的是极少使用手机的人，原本可能就只用预付卡，偶尔打打电话，那强求去办月租方案未必划算。不过，我们观察到，随着时代进步，越来越多银发族开始使用智慧型手机的各种功能，例如用 LINE 跟子女传讯。您或许每天在家庭群组中都能看到长辈们传来的各式各样的早安图、养生讯息，这些被戏称为长辈图的可爱习惯，就是银发族乐于利用手机和家人朋友互动的证明。要发送那些图片贴图，没有行动网路可不行呀。观看影片、收看新闻，甚至学习拍照、摄影等，对于这些有一定使用需求的长者来说，预付卡常常得担心余额，流量有限，一不注意可能就没钱断线。而149元的月租方案提供稳定且足够的1级自结流量，每月20分钟的免费通话，也免去了临时想打电话却余额不足的窘境。因此，只要长辈不是完全不用手机，我们都建议可以考虑这种优惠月租方案。它就像给手机开了一个长期饭票，让长辈们可以放心的使用，不用瞻前顾后算流量。反过来说，也有一些长者其实是高需求的手机重度用户，例如有的阿公每天追剧看 YouTube， 或者阿嬷喜欢拿平板看线上戏曲直播，这种情况下1个月1级自结的流量很快就用光了。
如果长辈已经习惯大量使用行动网络，那149方案可能反而不够用，超过流量后还得另外付费购买流量包，这样算起来可能不划算。对这类长辈来说，也许远传那种299元63级字节的方案会更适合，或者干脆选择吃到饱资费，才能真正无忧无虑的使用。当然，每个人的习惯不同，选方案最重要的还是量身打造。今天提供的资讯，目的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个选项存在，但最后该不该换，适不适合，还是要根据长辈自己的使用状况来判断哦。了解了以上共同点后，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果自己或家中长辈符合资格，要如何申办这个优惠呢？其实办理方式并不复杂。对中华电信和台湾大哥大的用户而言，建议由长辈本人携带身份证亲自前往电信业者的直营或授权门市，直接向服务人员说明我想办65岁长者的优惠方案即可。您甚至可以像网络上流传的秘诀那样，走进门市讲出我要办乐龄方案这几个字，客服人员就明白您的需求了。当然，正式办理前记得先确认目前是否仍有其他门号合约未到期，若有的话计算一下违约金是否划算再转换，避免为了省钱反而付出额外的违约费用。不妨设想这样一个画面，王伯伯踏进电信公司的服务中心，缓缓从包里拿出身份证，有点不好意思地问，请问你们有没有那种我们老人用的便宜方案？站台的服务人员听了一笑，接过他的证件核对年龄，随即热情地说，有的，伯伯，您符合资格，可以办我们的乐龄优惠哦。接着不到10分钟，王伯伯的方案就变更完成。他看着新合约上月租费149元的字样，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反复向店员确认，真的以后每个月只要149吗？在得到肯定答复后，王伯伯喜上眉梢，直呼早知道有这种好康，我以前就不用白白缴那么多了。提着轻松的心情离开门市时，他逢人便分享自己省到钱的喜悦。现在许多有心的子女也开始带着父母走进门市，复制王伯伯的笑容，甚至有听说90几岁的曾祖父母级长者在子女陪同下成功申办，年龄再大都一样能受惠。可见这优惠真的是有教无类，来者不拒。在门市办理时，服务人员会核对长辈的年龄资格，通常只需出示身份证即可证明年龄，只要符合年满60或65岁，事业者规定这个条件，他们就会协助您选定适合的资费方案，说明合约内容并办理更换。整个流程和一般申办写码门号差不多，非常简单。千万不要担心业务人员不让您办，这些优惠方案是政府有要求，电信公司公开提供的，只是平常没大肆宣传而已。只要您达到资格，就有权利申请。至于远传电信，由于他们的129元和299元长青方案限定在网络门市申办，如果长辈本身不熟悉线上操作，可以请家人晚辈帮忙在远传的官方网站上提出申请。远传的线上门市流程其实也很方便，只要按步骤上传证件、填写资料即可完成。如果真的觉得线上麻烦，远传在实体门市也提供给60岁以上长者另一种149元的手机绑约方案可选，您也可以考虑。但总体而言，不管是哪一家业者，关键都是主动提出需求，不要不好意思开口。最后再提醒长辈们一件事，在签署任何合约之前，一定要耐心把条款听清楚、看明白。有疑问就现场问客服人员，例如流量用完怎么计费，超过免费分钟后费率多少，合约期满后资费是否调回原价等等，确保自己完全了解再签字，这样才能真正安心省钱而不踩雷。说到这里，各位应该也明白了，手机月租499变149并不是天方夜谭，而是真真切切摆在眼前的优惠良机。以每月省下350元计算，2年合约期间您就能省下超过8000元。别小看每月省下的300-400元，对于固定收入的退休长者来说，可是笔不小的额外收益。4200元足以缴好几个月的水电瓦斯账单，或添购不少生活必需品。对某些独居或经济不宽裕的老人家而言，
省下的钱甚至能减轻子女负担，让他们觉得自己也为家庭出了力，心情更舒坦。省下的这些钱，您可以拿去做很多有意义的事，带阿公阿嬷去餐厅享受几顿美食，添购一些保健用品，或者简单存下来当做旅游基金。与其白白每月把钱送进电信公司的口袋，不如善用这项长者福利，把资源留给自己和家人。另外，我们也要强调资讯判断的重要性。前阵子这个65岁隐藏方案每月149元的消息之所以引发关注，一部分是因为有网络影片疯传，然而该影片来源不甚可靠，内容混杂了部分不正确资讯，比如上网流量和免费分钟数夸大不实，所幸基本概念是对的。我们透过查证比对，已经为大家还原了正确的方案内容。在现今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遇到类似隐藏福利的消息，最好像这次一样多求证官方资料，别因为耸动的标题就信以为真。毕竟真正的好康不怕查，越查越清楚。要知道，如今有不少不良自媒体和内容农场专挑长辈当目标，散播夸张甚至不实的传闻，大家一定要多留心。遇到类似的好消息，先帮忙查证，别让长辈们被蒙骗。此外，我们观察到那支广为流传的影片本身也颇可疑。首先，发布该影片的 YouTube 频道是近期才成立的账号，影片内容多半与台湾时事有关，但频道所在地却显示在国外，这就让人存疑。再者，影片中的讲解者看起来像真人，但其实是 AI 合成的人像，细看会发现他眨眼和口型都有些不自然。这种以 AI 虚拟人物搭配夸张标题、情绪化语调的模式，是许多内容农场常用的手法，其目的不是为了传递正确资讯，而是为了吸引点击赚取广告收益。因此，我们对这类来源影片所提供的讯息必须格外谨慎。像这次幸好内容有真实基础，但若换作其他纯属捏造的谣言影片，长辈们可能就会被耍得团团转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多一分查证，少一分轻信，保护自己和家人不被假消息牵着走。事实上，让长辈用得起、用得懂现代通讯，是我们社会共同的责任与目标。长辈们为家庭和社会奉献了一辈子，他们理应享受到这些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而且不应因资费高昂而被排除在数位生活之外。透过这类优惠方案，我们希望不仅减轻经济负担，更能鼓励长者勇于使用智慧型手机，多亲近网络世界。当阿公阿嬷们也能在群组里开心地传讯息，分享生活点滴，这就是科技缩短代沟的美好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各家电信除了针对长辈，也都有为其他需要协助的族群推出特殊优惠方案，例如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等都可以申请月租费减免的专案。有的内容和我们今天介绍的长者方案类似，这些资讯平常可能更少人提起，但如果您或您的亲友正好符合条件，也千万不要错过。同样的道理，多关注官方公告，就能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实惠。对电信公司来说，照顾弱势族群也是一种社会责任，而对我们用户来说，善用这些资源就是精明消费，减轻负担。展望未来，随着行动网络从4G逐步迈向5G，甚至更先进的世代，我们也期待针对长者的资费优惠能同步升级。也许有朝一日，65岁以上长辈也能用上平价的5G 高速上网方案，享受更流畅的视讯通话和医疗照护应用，而不必担心价格高不可攀。让资费随科技进步而进步，并且不忘友善对待银发族群，这将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指标。电信公司在这条路上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未来我们期待看到更多这样的贴心举措。此外，如何让更多长辈知道这项优惠也是一个课题。很多银发族可能不上网、不看新闻，光靠网络传播恐怕有遗漏。建议政府单位、里长办公室或老人会等社区组织能主动透过公告、说明会等方式宣导这类资讯。年轻一辈的我们也不妨当起长辈们的资讯小天使，平时多帮他们留意这些政策消息，有新优惠就赶快告诉爸爸妈妈、邻居长辈。只要大家多一份关心，
这些美意十足的政策才能真正惠及每一位需要的长者。最后，假如哪天再有人对您或您家的长辈说，手机月租还在缴499，你亏大了，您就可以微笑回答，没错，149隐藏方案我们早就用上了。希望所有长辈都能成为这样聪明又幸福的消费者。